闺蜜有个哥哥，单身多金性冷淡。我随口一问，他缺不缺老婆？隔天就跟他哥哥领了结婚证，民政局门口，我激动抱住闺蜜，我以后都不跟你不分开了。可我跟闺蜜快活了1星期，就被他哥哥堵在房间，对方喉结滚动，声线沙哑。你是不是忘了还有个老公？我嫁给了闺蜜单身多金又性冷淡的哥哥，本意就是想过上老公给钱不回家和闺蜜永不分离的喜滋滋日子。而在我们领证之后，顾衍不出所料的出差了，我特开心，早早的就帮他收拾好行李，并且把他送出了门。在坐上劳斯莱斯之前，后座的男人眉头微微皱起，你好像很开心。我当然开心，他果然像闺蜜那样说的那样，有钱还性冷淡。可是对上男人那双漆黑的黑眸，我立刻收敛了我嘴角的笑意。没有呀，我只是想着结婚了开心。男人那深邃的视线在我的脸上扫过，接到他的视线之后，我又认真地点点头，让我的表情尽可能的更具可信度。男人低下头，直接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黑卡。看着那张闪烁着幽光的卡，我不止开心，而且巨震惊。这难道就是那张传说中全球限量发售10张的黑卡？只要拿到这张黑卡，就可以无限量的想刷什么就刷什么。我感激涕零的双手接过，谢谢老公。而在我这句话落下的时候，男人那双黑眸再次落在我的身上，眸底的光芒意味不明。看着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渐行渐远，我简直就差流下感动的泪水了。直到那辆车的车影完全消失在视线里，我才喜滋滋的拿出手机给闺蜜打电话。你哥出门了，我们约不约？在那边沉默的时候，我笑眯眯的又加了一句，我请客。毕竟我现在也是持有黑卡的人了，身份不能掉。一听我请客，闺蜜那边直接火速赶到了我家。闺蜜出现之后，我喜滋滋的将我拿到的黑卡亮了出来。闺蜜也表示很震惊，我哥竟然连这个都给你了。我疑惑的看着她，这种行为很让人震惊吗？闺蜜点头如捣蒜，简直惊掉下巴。随后闺蜜讨好的主动挽住我的手臂，说好的哦，今天你全程买单。小问题。就这样，我和闺蜜正式开始了逛街买模式。我们逛完衣服就去了附近的休闲场地，坐在咖啡店里悠闲的喝着奶茶，听着店里悠扬的音乐，我的心情突然无比放松。看着面前同样放松的闺蜜，我突然想起了我们之前上学时的约定，要一直在一起。原本以为约定这种东西还是挺难遵守的，没想到刚毕业闺蜜就给我介绍了她哥，没想到我们就真的完成了一开始的约定。他哥长得帅，拿得出手，又多金，最重要的是闺蜜说过他哥是个性冷淡，这不就是妥妥地为我和闺蜜的约定安排的好帮手吗？事情发展超乎意料的顺利，直到现在我都感觉跟做梦似的。这么想着的时候，我吸了一口饮料，有感而发，我怎么感觉这所有的一切跟做梦似的呢？闺蜜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你该不会是后悔了吧？摸了摸放在包包里的宝贝黑卡，我的嘴角又不自觉地扬起了笑容。怎么可能呢？有钱又有时间，简直爽歪歪。闺蜜看着我，又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随后主动开口，接下来咱们去哪？我用手点了点下巴，好久没去美容院了，一会一起去做个 SPA 吧。就这样，我和闺蜜 happy 了一整天，然后又到了美容院去做了全身美容。刚刚从美容院出来，我就接到了顾衍给我打来的电话。我快速的接听，那边传来男人磁性低沉的声音，你在哪？在我接听电话的那一刻，闺蜜也听出了是他哥，所以这时候直接凑了过来，加大嗓音，哥你放心吧，嫂子和我在一起，我绝对会帮你好好照顾她的。不知道是何原因，话筒那边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。说白了，现在的顾衍是我的老公，而且也是拿钱给我的金主，我自然要照顾好人家的情绪。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明媚又动人，老公你放心，我这边一切安好，你安心出差。他只要安心出差就够了，我绝对不会当他的拖油瓶。话筒那边这才再次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，我这边的工作告一段落，我来外面打算给你选个礼物，想问一下你有什么心仪的东西吗？我愣愣的眨了眨眼，如实摇头，没有，随便就行。挂完电话之后，听着话筒那边传来的忙音，我愣愣的看着面前的闺蜜，你哥哥属于很粘人的那种类型，他这压根就不算出差吧？这才出门没多久，就迫不及待的想给老婆带礼物了，他该不会是特意出门采购吧？闺蜜很认真的看着我，不是啊，他很高冷的。我狐疑的眨了眨眼睛，真的吗？闺蜜再次认真的点头，我这才放下心来。顾衍会给我打这通电话，也许是因为我们刚刚结婚，他这才在出差的时候多想了我一点吧。对这件事我也没有过多地在意，隔天我又约着闺蜜各种 happy。逛街结束之后，闺蜜主动问我去酒吧不？我矜持地叹了口气，毕竟现在的我也算有妇之夫了，这不合适吧？闺蜜坏笑地戳了戳我的胳膊，那算了，有妇之夫不去，我就自己去。我一下就暴露本性了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吧。晚上9点多的酒吧已经开始了热闹的夜生活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让人身心放松的躁动气息。我和闺蜜站在舞池上放肆地舞动着，这一刻的我们肆意地享受着青春轻松愉悦的气息。就在我们玩得正嗨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放在口袋里的手机正在不断地震动。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来电屏幕，整个人都麻了。又是顾衍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我连忙伸手拉了拉闺蜜，给她看我的屏幕。我俩都吓了一跳，慌忙地躲进酒吧的洗手间里，欲盖弥彰地接通了电话。老公，话筒刚刚接通，那边就传来了男人低沉带着疑惑的声音，怎么那么晚才接电话？发生什么了吗？这一问直接让我更心虚了。没有呀。而我心虚的回答落下之后，话筒那边的男人沉默了一下，长时间的沉寂让我的心提到了顶点。就在我心虚的咕噜咽了口水的时候，话筒那边的声音再次意味不明的响起，顾婷在你身边吗？让他听电话。我连忙将手中的话筒递给了闺蜜，闺蜜苦瓜脸接过了电话，哥。男人直截了当开口，您在酒吧，现在躲在洗手间里。我和闺蜜都没有想到，
顾衍竟然会这么准确的就说出我们所在的地点。就在我怀疑那边的男人到底是不是妖孽的时候，他低沉的声音增添了几分戾气。我没在家，你就是这么照顾你嫂子的？闺蜜都快哭了。哥，我们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那个根本没有理会闺蜜的语无伦次。顾衍那边再次冷冷开口，现在立刻回去。如果让我再发现你带你嫂子来这种地方，你的零花钱就别想要了。闺蜜想要求情，却迫于那边的压力，只能乖乖选择闭嘴。好的哥。说完这句话之后，闺蜜又将烫手的电话递给了我。我小心翼翼地将话筒靠近了耳畔，已经做好了被对方臭骂一顿的准备。没想到男人对我的态度却出乎意料的柔和。宋沁，这种地方坏人很多，你乖乖和顾婷早点回家。这一刻的我除了蒙圈，更多的还是受宠若惊。我连忙点头，你放心，我们挂了电话就回去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特别疑惑，你哥不是在出差吗？为什么会这么关心我们，总给我们打电话？还有，你哥难道有千里眼，只是给我们打个电话，竟然就准确地猜出我们的地点？听完我的话之后，闺蜜默默地叹了口气。我哥这人特别妖孽，等以后你就知道了，他的能力不止于此。就这样，因为对他哥的恐惧，闺蜜还是和我乖乖打辆车回去了。一路上，我都百思不得其解，顾衍难道真的有什么妖孽本领？又或者是刚刚我们打电话的时候，有什么声音被他听见了？由于顾衍并不在家，所以我决定和闺蜜一起住进我们的新房里。刚刚打开房门，我们就乐极生悲了。只见偌大的空间里灯火通明，而沙发上正坐着一抹修长贵气的身影，竟然是应该在外地出差的顾衍。他竟然提前回来了。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我连忙伸手小心翼翼地拉了拉身上穿着的超短裙。为了配合今天去的地点，我和闺蜜穿的都挺火辣的，而且脸上也都画着精致的浓妆。画着精致浓妆的闺蜜脸上的笑容比哭还难看。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男人的视线落在我们身上，眉头已经不自觉地皱了起来。只是现在的他偏偏没有发火。空间里异常的沉寂，却让我们备受煎熬。在几秒钟之后，男人这才薄唇微动。原本是想着回家的时候给我的老婆一个惊喜的，可没想到我推开门的时候，发现人竟然不在。听着这句话，我更是弱弱地咽了口水。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男人已经迈步直接来到我的跟前，递给了我一个精致的首饰盒子。如果是正常的时候收到这样的礼物，我肯定很开心，当场就拆开礼物看了。只是现在的我却只觉得手中的礼物无比沉重，头顶再次传来他柔和的声音：“不打开看看吗？”我僵硬着身子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。在首饰盒里静静躺着的是一枚闪烁着璀璨光芒的钻石吊坠，心形的吊坠在头顶的灯光折射下，更是透出了五彩斑斓的光芒。此时此刻的我却没有心思欣赏它的美，只能麻木地回答：“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”不同于我的麻木，男人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柔和，甚至是带着宠溺的。喜欢的话，我帮你戴上。这句话刚刚落下，他已经拿起了那条项链，走到我的身后。男人在我身后站定的那一瞬间，我似乎清晰地闻到了一股好闻的淡淡清香。他的身影将我小小的身影完全的包裹住，安全感爆棚的同时，却又压迫力十足。这一刻，我莫名的有些恍惚，直到脖子上冰凉的触感传来，我才回过神来。在我们温馨的这一刻，站在一旁的闺蜜无疑变成了最多余的存在。她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直到男人帮我戴上了项链，视线才轻飘飘地扫过她。现在都还不离开，看来是真不打算要零花钱了。就像是得到了特赦令，闺蜜几乎是连滚带爬逃跑的，留在原地的我，整个就是一个欲哭无泪。刚刚我和闺蜜在酒吧里喝不少酒，那些酒的后劲都挺足的。放松下来之后，现在我感觉人都开始飘乎乎了。只是现在的情况复杂，我必须打起精神应付。想到这里，我默默地咬了咬下唇，摇摇头，想要让自己的思绪尽可能恢复。顾衍却一下子就看出了我不对，他看着我的模样，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。喝酒之前吃饭了吗？我心虚地低下脑袋，如实摇头。现在的我胃部确实一阵阵烧得慌，看着我委屈巴巴的小模样，顾衍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，随后自然地伸手扶着我在沙发上坐下，自己则往厨房的方向走去。很快，厨房就飘来了阵阵饭香味。不一会儿，顾衍就端着一碗新鲜出锅的海鲜粥来到了我的面前。先吃点粥，一会儿再喝点解酒汤，要不你这样明天再头疼了。男人的模样实在是温柔的不像话。说实话，顾衍长得这么帅，我已经挺心动了，现在还对我这么温柔体贴，我感觉我的心脏快不受控制了。这样的三好男人，打着灯笼也难找啊，竟然让我遇见了。我乖乖地点点头，海鲜粥顺着喉咙来到胃部的那一瞬间，我瞬间感觉火辣辣的胃部被一阵暖流抚过，顿时好了不少。喝完解酒汤之后，顾衍就扶着我来到了房间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这算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共同待在同一间房间。加上酒精的作用，此时的我莫名的感觉浑身燥热，而顾衍担心我的状态不好，此时还在各种忙前忙后。看着面前这抹修长高大的身影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恶劣的想法：这个男人看上去身材那么好，不知道是不是脱了衣服也一样好。整个脑袋晕乎乎的，我迷迷糊糊的叫他的名字，顾衍。而听到我的呼唤之后，男人第一时间来到了我的面前。在他靠近之后，我一把抓住他的领带，将他拉近了我。小手迷迷糊糊的伸出，直接覆盖上他的胸膛。在他全身僵硬的时候，小手更是大胆的缓缓往下，感受着那绝佳的线条和手感。男人单手抱住了我的腰，避免我因为大动作而向后倒去。这样的距离，这样的动作，也让男人全身的动作都僵硬起来，整个人开始呈现出一种不知所措的状态。而在他表现出这样状态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顿时想起了闺蜜之前说过的话：我哥不行。听到这里，我默默地舔了舔嘴唇，乖乖地收回了自己的手。人家都不行了，我就不能再伤害人家的男性自尊了。毕竟我和顾衍是各取所需，照顾对方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。
我向后倒去的同时，又默默地蜷缩，甚至找了更舒服的姿势，很快就沉沉睡去了。睡梦中，我似乎感觉到什么冰冰凉凉的物体在身上游走，因为舒服，我更是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呜咽。这一整夜我都睡得极好，印象中我似乎好久都没有这样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。隔天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房间柔软洁白的大床上，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，脑袋居然没有半点宿醉时拥有的疼痛。我伸手摸了摸头，默默地想着，应该是昨天晚上的醒酒汤起了作用。随后，我的视线在空间里扫过，很快就注意到了身旁熟睡的男人。看着身旁睡着的顾衍，我脑袋里一片空白，不断地想着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。在仔仔细细地上下检查了一遍之后，我才确定昨天晚上我们确实什么也没发生。很快，我的视线又注意到了床头上的毛巾和洗脸盆，我顿时想起昨晚我熟睡的时候那舒服的触感。难道昨天晚上是顾衍一直照顾着我？心里出现这个想法的时候，我也感觉暖暖的。看见熟睡的男人，看着他那宛若天使一般美好的睡颜，悸动的同时，我又默默地叹了口气。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还是公平的，顾衍什么都拥有了，明明那么完美，在那方面却又偏偏不行。默默地叹了口气，我收回视线，轻手轻脚地爬下了床。东西收拾完之后，想着昨天晚上顾衍给我煮的那碗海鲜粥，我决定礼尚往来。做了简单的早餐之后，我才出门，准备去找个工作。前段时间放松够了，现在的我必须好好的抓住我应届生的身份，发挥我的特长，找一份不错的工作。正好前段时间我收到了一家大公司的面试通知，收拾整齐之后，我就直接进入了面试间。进门之后，我整个人直接僵硬在了原地。此时的我早就忘记了一开始准备好的那些词稿，更忘了保持基本的礼貌，直接呆呆地站在原地。进门引路的员工看着我的状态，虽然觉得疑惑，却还是尽职尽守地介绍了起来。这位是我们老板。这一刻的我除了震惊还是震惊。虽然早就知道顾衍实力超凡，但是我却从不知道他竟然是华城最有实力公司的上市老板。而在我愣住的时候，坐在主位上的男人目光饶有兴致地落在我的身上，薄唇边似乎沁着一抹若有似无的弧度。整个面试我的脑袋都晕乎乎的，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面试结束之后离开那家公司，我才恍惚间默默地叹了口气。首战失败，就我刚刚那个样子，能面试上才怪。不过我的手机很快就收到应聘成功的短信。宋庆小姐，恭喜你进入我们 PY 公司，请你于7月6日下午，也就是明天下午正式。看着手机上收到的消息，我后知后觉地抬起手捏了捏脸颊，这才确定我没有做梦，我竟然真的进入了华城最具权威的公司，而且面试之后无缝衔接直接上班。只是我一开始应聘的是普通的销售部门，上班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变成了总裁秘书助理。来到顾衍的办公室报道的时候，我愤愤不平地看着他，我应聘的明明就是销售部门，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把我调成秘书助理？在我这句话落下之后，男人修长的手指也依旧有序地操纵着电脑屏幕。下个瞬间他蓦然抬眸，黑眸里的光芒却意味不明，隐隐的似乎闪烁着几分寒气。公司里其他岗位吗？正好助理这个位置空缺，就把你调过来了，如果你不想干的话可以走人。听完这句话，我整个人有片刻的呆愣，毕竟从我和他认识开始，在我的面前他总是表现出温柔宠溺的一面，现在的他浑身上下却俨然是一位高位者有的威严，身上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。他皱眉看着我，你的身份是秘书助理，秘书要完全的服从于我，配合我的工作，而你的工作就是帮助秘书配合我的工作。如果你连最基本的遵守职场规则都做不到，那么你走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任何人收留你，明白吗？他最后那3个字落下的时候，我已经不自觉地浑身紧绷起来。男人那双眸子依旧落在我的身上，修长的手指有规律的一下一下敲动着桌面。突然他薄唇再次轻动，在我这里公是公，私是私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一刻我似乎在无形中对他有了一种全新的改观。我认真的点头，明白。他的脸上也闪过了一抹欣慰，工作的事情让秘书带你熟悉。我继续郑重点头，好的。我按照程序去找秘书熟悉工作。秘书的视线扫过，眼神里的鄙夷毫不掩饰。应届生，秉承着认真学习的态度，我点头，是的。再接下来还请王姐多多关照了。在我面前走过，王姐毫不掩饰地发出一声冷哼，先看你有没有本事留下来吧。再接下来，王姐按照程序给我布置了许多的工作，毕竟是刚毕业，对于许多知识我还热乎着呢，所以完成起来也不算困难。当我把完成好的工作交给王姐的时候，原本以为会有夸奖，她却依旧是一脸不屑。你该不会以为你现在就很能干吧？既然是新人，就该谦虚。听着他这样的话，我只能保持着得体而又不失礼貌的笑容。最后不出所料，我手头上又莫名被安排了许多的工作。中途趁着上洗手间的功夫，我也把我来顾衍公司上班的消息告诉了闺蜜。我刚知道你哥竟然是 PY 公司的总裁。闺蜜那边也很快回复了我，他挺有钱的，也很有能力，你继续了解他就会发现更多。就像闺蜜说的那样，顾衍就像需要一步步去探险得知答案的一本书，让我越来越充满兴趣了。王姐在完成手头上的工作之后，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开小差了。而我看着手中需要签字的文件，只能亲自敲响了顾衍办公室的门。我敲了敲门，里面传来男人低沉有力的声音，进。迈步进门之后，我站在主位前，看着依旧低头认真处理文件的男人。这一刻，窗外的夕阳洒进来，落在男人那棱角分明的侧脸上，似乎为他悄然地镀上了一层圣洁的光，让原本就帅气的他看上去更是宛若天神下凡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大家说的那句，认真工作的男人最帅。我看得出神，突然男人停止了动作，抬眸看我目光触碰的那一瞬间，我浑身就像触电了一般，快速地收回视线。
而男人始终饶有兴致地看着我，薄唇边带着一抹让我看不懂的弧度。这一刻的我只觉得脸颊一阵阵地发烫，脚趾更是尴尬地开始抠地。顾总，这份文件要你签字。没出息的开始结巴之后，我很明显地听到头顶传来男人的低笑，这样的笑声更是让我全身心的僵硬。他这难不成在嘲笑我吗？我气呼呼地鼓起脸朝他看去。这一刻的男人脸上又是那种柔情似水的表情，他低头将文件签好之后递给我，忽然来了一句：老婆工作辛苦了，继续加油。轻飘飘的一句话让我就像一拳砸在了棉花上，软绵绵的又反弹了回来。脸红心跳的，刚刚从办公室出来，我迎头就直接碰上了开小差回来的王姐。看到我亲自从办公室出来，她脸上都是不悦，转头又丢给了我一大堆工作，还酸溜溜的给了我一句：作为一名新人，就该脚踏实地干活，别总想着走捷径。这一刻我只觉得好笑。我走捷径？我要是真想走捷径的话，就直接在家当总裁夫人不出门了。抱着一大堆工作回到位置上的时候，我又默默地叹了口气。为了排解心里的忧愁，我默默地拿出手机跟闺蜜吐槽起来。这个秘书各种看我不顺眼，有很多工作就感觉就是故意强加在我身上的。我发去了一个郁闷的表情。刚刚我从你哥办公室出来，还被内涵了呢。闺蜜先给我发来了一个抱抱的表情安慰我，随后直接霸气开口：你和我哥好好相处，以后这个秘书敢为难你，我的信倒过来写。看着闺蜜发来的这句话，我很认真地重申我的观点。我跟他结婚是为了你，没错，一开始和顾衍结婚，我就是为了友情，为了能够一直和闺蜜一起吃好玩好。由于加班，我一直忙活到大半夜，直到公司的人基本走了，我才勉强完成工作。一直坐在位置上，此刻的我实在是腰酸背痛，我从位置上站起身，大大的伸了个懒腰。就在这时，肩膀上突然一重，我向后看去，只见肩膀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件西服外套，而外套上带着那熟悉好闻的清香，也莫名的让我感觉到无比安心。我回过头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顾衍挺惊讶的。你还没回去？男人点点头。等你。说话的时候，他自然地伸出大手摸了摸我的头。走吧，我们。就在他还未说完的时候，我已经后退一步，自然而然地避开他的动作，认真开口：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约。在完成工作之前，我已经给闺蜜发了消息，此时闺蜜就在楼下等着我呢。所以现在的我才不是孤身一人呢。就这样在顾衍的注视下，我认真地将肩头上的西服递给她，拿着东西直接下了楼。刚刚走出大厅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闺蜜那辆骚气的红跑车，我快步冲过去，直接紧紧地抱住了闺蜜，故意委屈地撒娇：呜呜呜，果然还是你最好了。闺蜜一边拍着我的肩膀安抚我，一边开口问我：你来找我的事情，我哥知道吧？我傲娇地眨眨眼，本小姐就是在她的眼皮子底下霸气下楼的。闺蜜默默地向我竖起了大拇指，随后开口：你辛苦工作了一整天，走，我请你按摩去。就这样，我和闺蜜一直待在一起，等到从美容院出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很晚了。闺蜜亲自把我送回了家，刚刚到达别墅门口，我们一眼就看到了那抹站在路灯下等待的身影。看着我从闺蜜的车下来，顾衍似乎很明显地松了口气，可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他还是严肃地板起了脸。去哪里了？也许是因为之前的事情留下了心理阴影，一听到他哥的质问，闺蜜直接委屈巴巴地低下了脑袋。我们一起去美容院做了按摩，男人的表情微微松懈下来，现在在我们之间来来回回的扫过。你们关系这么好？我认真的回答。当然，我以为我这句话落下之后，顾衍会好好的吐槽我们一番，没想到男人薄唇抵成了一条直线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意味不明起来，却再也没有开口说话。就这样，我白天努力认真的各种搬砖，下班时间一到，我就和闺蜜各种放松快活。只是这种惬意的生活只持续了1星期。这天下班回家，我化了个美美的妆，刚打算出门的时候，门就被先一步打开了。映入眼帘的是那抹熟悉高大的身影，此时他的身上除了那种好闻的气息，似乎多了一抹淡淡的酒腥味。我微微皱眉：你喝酒了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喝酒，他的声音多了几分慵懒。见了个客户。哦，点点头之后，我打算越过他直接出门去找闺蜜。我以为这次顾衍也会像以前一样当作看不见，没想到在我打算越过他的时候，一抹高大的身影却直接堵在了我的面前，随后步步紧逼，直接将我抵在了墙壁与他之间。男人高大的身影朝我这边压过来，带着极强的侵略气息。你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有个老公？顾衍对方喉结滚动，声线沙哑，温热的气息吐出，喷洒在我敏感的肌肤上，让我忍不住有些细微的战栗。我扑闪着眼睛，疑惑地看着他。就在我等着一个答案的时候，面前的男人突然一点点地朝我靠近，下个瞬间，唇上一重，他直接用力地吻在了我的唇上。我妈了！顾衍却没有放过我的打算，肆无忌惮地加深了这个吻，直到我双腿控制不住的发软，他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我。他的声线似乎比刚刚更加暗哑。我才是你老公。说话的时候，他已经自然地拉住我的小手放在他的腰上，动作十分强势霸道。我直接僵住了，不过手下的触感却是极好。对不起，那个我。他轻笑一声，再次拉着我的小手放了上去。我是你的，你想摸就摸。我满脸问号。不过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就这样，当天晚上，我从上到下彻彻底底地吃了遍顾衍的豆腐，连和闺蜜的约会都忘了。原来一直以来我吃的这么好啊！因为被我放了鸽子，隔天和我一起喝着下午茶的闺蜜一直沉着脸，我各种哄着她，闺蜜也没打算原谅我。最后我只能苦着脸说出了放她鸽子的缘由。在得知我为什么放她鸽子之后，闺蜜的眼睛都亮了。也就是说，你和我哥那个了？我尴尬地红了脸。算是吧。闺蜜依旧激动，看来我哥是真的喜欢你啊。听到这句话的我意识到不对，眨眨眼。看着我会的表情，闺蜜这才认真地向我解释起来。
之前我借过我哥的电脑，曾经无意发现我哥的电脑都是你的照片。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巨震惊，怎么会都是我的照片呢？闺蜜激动地直拍大腿。就是呀，怎么会都是你的照片呢？现在仔细想想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喜欢你。闺蜜还在认真的思索，如果我哥真的很喜欢你的话，那我天天和你待在一起，他岂不是很吃我的醋？闺蜜还在一个劲的分析，可是现在的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，整个脑海里只剩下顾衍喜欢我这个炸裂的幸会。午休结束之后，我到顾衍的办公室送文件，他正好不在。我突然想起闺蜜的那句，他整个电脑全都是你的照片。出于好奇，我还是鬼使神差的在他的位置上坐下，小心翼翼的打开了电脑。电脑打开的那一刻，我就惊呆了。先别说其他，连屏保都是我。我还在认真的翻看着相册，脑海里想着他到底是怎么拥有我那么多照片的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办公室的门已经被打开了。紧接着我就听到了王姐的呵斥声。你在干嘛？我整个人都麻了，快速的从位置上站起身，手足无措起来。王姐还是把这件事通报给了顾衍。此时的他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。宋庆肯定是对家公司派来的间谍，我刚刚进门的时候就发现他在翻看您的电脑。举报完我之后，王姐得意地扬起了下巴，一副我死定了的模样。王姐的年纪和我们相差不多，上班的时候看似专业，却也是有意无意地凸显自己的身材。而且她对于接近顾衍的女生都有很强大的敌意，其他人看不出她的小心思，她可瞒不过我。王姐对顾衍是有好感的，说难听点，她想上位，只不过之前我不想理会罢了。此时抓住了我的把柄，她才会如此得意，恨不得将我立刻绳之以法。顾总，像这种人绝对留不得，这种人留在公司只会变成公司的祸害。而且宋庆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应届生，工作能力也就普普通通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这样的一个人而犯险。顾总，我可是一心为我们公司着想，你要三思啊！听着王姐字字句句的要将我赶走，坐在主位上的男人眉头终于渐渐皱了起来。随后他冷冷地看着王姐，这是我老婆来这实习的，如果连她都是间谍，那我又是什么呢？既然你连我的老婆都看不下去，那么这家公司恐怕也容不下你了。在听到顾衍的话之后，原本还趾高气扬的王姐彻底僵硬在原地。在听到要辞退她的消息之后，王姐更是崩溃了。顾总，你不能辞退我呀，我没有犯错。顾总，我为公司尽忠职守。你不管王姐如何求饶，男人脸上的表情一如始终的冰冷。不知道间隔了多久，他冷到极致的声音才缓缓落下，暗地里拿折扣，克扣新人，欺压同事，还要我再一一帮你列举吗？在听到男人冰冷的声音之后，原本还在奋力求情的王姐才彻底软了身子，跪坐在地上。等到王姐离开的时候，我才默默地呼了口气。此时空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，我纠结地咬着下唇。对不起，刚刚我确实看你电脑了，不过我并没有看什么公司机密，我只是想看看电脑里是不是真的都是我的照片。说到后面，我的声音不自觉地越来越细微，而看着我心虚的小模样，男人也轻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大方地承认并且向我告白，我的电脑里面确实都是你的照片，因为我一直喜欢着你，一直想娶到你。我愣了，一直喜欢着我，看着我蒙圈的小模样，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看来对于你是我学妹这件事，你是丝毫不知情呀。大学时期除了认真搞课业之外，其余的时间我基本是能潇洒就潇洒，所以我从来不知道我竟然有顾衍这么优秀的学长。最炸裂的是，这么优秀的学长竟然一直偷偷的暗恋着我，不，现在准确来说应该是明恋了。那我们结婚也是巧合。看着我的模样，顾衍再次忍不住轻轻笑出了声，他宠溺的伸出大手，直接把我圈入怀里。你觉得呢？这一刻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里，不过莫名的觉得甜是怎么回事。在知道我们彻底在一起之后，闺蜜咋咋呼呼的来到了我们家，此时的她一脸邀功的模样，必须给我包个大红包，我可是这件事的大功臣。顾衍一手搂着我的腰，意味深长的点头，有道理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好好学一下公司管理，到时候公司分红的红包更大。闺蜜瞬间怂了，作为嫂子，我也在一旁笑得灿烂。小姑子好好加油哦。全文完。